7年，10万公里，赤道到极圈，沙漠到雪原。这10万公里不仅是轮胎与地面的摩擦，更是我与自己的对话。每一次孤独的骑行，每一次面对未知的恐惧，都让我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内心的边界。那些在风暴中紧紧抓住帐篷的夜晚，教会了我什么是坚持。那些在冰冷清晨醒来的时刻，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希望。我即将踏上世界的最北端，冰岛，一片火山与冰川撕扯出的土地，大自然最后的狂野之地。炙热与冰冷在这里交织，极光在空中舞动，风霜雨雪也不再是敌人。这段旅程也绝不轻松，天气路况都是未知数，每一次踩下踏板都是对自我的一次超越。远方的路在召唤，我还没有停下的理由。未来的路或许更加艰难，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骑行不仅是我丈量世界的方式，更是我与自己、与自然、与生命对话的方式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冰岛，一个遥远而未知的梦想之地。或许你从未骑行过，但你一定也曾面对过孤独与恐惧，也曾为梦想咬牙坚持。这段旅程不仅属于我，也属于每一个心中有远方的人。世界的前辈，以及这不是朱老师就算了，朱老师肯定是朱老师。朱老师跟我说，或者说主持也都骂我。是吗？那就老朱，老朱，不好意思，来，干杯！庆祝我们在冰岛相遇。来，你刚好结束，我刚好开始。对，会带着你的勇气，一个美好传承。干杯！干杯！拜拜冰岛！我来了。冰岛的骑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里是雷克雅未克，冰岛的首都。等我骑行冰岛逛完一圈回来的时候，再来这边打个卡，留念一下。此拥抱吧。好啊！祝老朱一路平安，再见。我要继续出发了。一路平安，注意安全。又是告别冰岛了。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开心啊！哎，聂蕊，一路顺风。拜拜。这是下的冰雹加雪呀！一出发给我来一场大冰雹。这个雪是一直下不停啊，现在稍微小一点了。我在这个隧道里面休息了有个10多分钟，我准备去前面那边看看能不能找个小木屋啊那些，或者是找一些树。到晚上如果起大风的话，帐篷不会被吹起来。现在已经离开了市区里面，但是离开市区再往前走的话，就找不到露营的地方。1号公路两边都比较荒。这也是冰岛骑行的第2天，第1天骑行了50公里，从机场到这会儿。骑完之后，这2个膝盖剧痛，包括到现在，左边膝盖休息过来了，右边膝盖还是有真正的刺痛感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完冰岛这一圈呢？我就专门找这种小木房子，有就住，省下扎帐篷了；没有的话就露天露营，在这块下去。这个地方可没人住过。手套也有点湿，往这边给它阴干一下。这小木屋不错，可以挡雪挡雨，稍微能挡一点风。右侧呢还是一个烧烤的区域，湖水都已经冻住了，好像没有准备今天晚上的水啊！太棒了！冰岛露营第1天找到了小木屋，今天就在这里了。今天晚上吧，就这个当床，这个桌子呢就可以在下面吃点饭，这样把这个篷布
整体的搭起来，自行车放在这一块，睡觉的这个板凳吧宽度也够，所以今天不扎帐篷，住临时庇护所。有点湿。哇，这个篷布上面全都是烧火的柴味，太浓了。就怕半夜起大风，所以风绳的话多穿2道，中间穿起来，两边蹬起来，上下4个角上面全绑好。冰岛呢也不能看这个天气预报，本来今天、明天、后天3、4天都是晴天，会出太阳的，结果今天就下起了雪。现在刚停一会儿，趁着稍微天明啊，赶紧把这个帐篷弄起来。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完了，把这个灯打开，外面的灯也亮起来了。这个板凳下面这一圈是暖黄色的灯光，2个炒锅，新买的菜刀加菜板，所有的中国调料。用大蒜爆香，加入胡萝卜，来一点豆瓣酱，放一点盐。哎呦，好。葱花，翻炒出锅，尝一下味道。刚好。哇，香！冻住！我去，这啥呀？这是？一层胶呢。一停下来坐起来啊，就失温啊，感觉身体的温度流失的太快了。吃完之后应该能恢复一点温度。这2口吃着菜，饭又凉了。哇！然后明天早上这些菜可以稍微热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冻得我脚发麻。我们去年的充气枕头，今年也还是继续用这个小枕头。充气垫的话已经不用了，2个防潮垫。这样再坚持1个月之后吧，冰岛的夏季就来了，就稍微舒服一些了。现在还算是这个冬季，因为冰岛它没有夏天。它没有秋天，只从冬天直接进入夏天。睡袋，还是
吸拆下来，不带护膝，这2个膝盖完全是受不了的。待会还搭了一个晾衣架，放在上面。晚上就这么睡了。睡着了就不冷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晚安了。哇，太冷了，感觉比挪威冷多了。还是得扎帐篷，关灯。安全度过一晚呀！所有的东西都还在。今天太阳也出来了。哎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！整个天都已经放晴了。今天一早的时候啊，我就听到了好多在这跑步的还是滑冰的，好多人啊，嗡嗡嗡嗡嗡的。然后我就醒了，因为特别冷，我就没起来。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，也没有风，也不下雨，也不下雪。今天好天气，收拾东西继续往前出发。昨天把那剩菜吃掉，上面全是霜，并且这地上都已经冻住了。昨天晚上还都是泥呢。这一堆东西乱七八糟。手套得再晒一晒。现在来了几个中东的朋友吧，在这边烧烤，准备出发。今天离开市区，去到1号公路附近啊，找个地方去露营，先适应个1周左右吧。冰岛的感觉像在西藏的一种感觉，除了山就是山，好在海拔不高。行走在1号公路上面，我这一路骑行过来啊，在后面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块从地下升起的热气，我以为呢是一个地下天然的温泉，结果我走到这边来吧，发现了这个桥洞下面有一个很宽的地下管道，一直沟通到那边的那块呢，就是冰岛最大的地热电站——赫利舍迪地热电站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地热电站之一，距离雷克雅未克就是首都那块是20公里左右。刚刚我下去上了个厕所，这个管道很宽，就是通过钻探地热井啊，然后提取高温地热蒸汽还有热水，然后他们用来发电呀、供热呀，尤其是雷克雅未克周边的本地居民啊，他们的供暖系统包括清洁的能源、热水，就是用这个的。你像它这样子利用了冰岛的自然的资源嘛，也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，也减少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，这样把自然的资源充分发挥起来。再往前方走个1公里多吧，那边有一个地下的温泉，我准备过去找一找，看看有没有露营的地方呀，晚上用这个温泉水啊泡个脚呀，洗洗脸，煮个鸡蛋什么的。继续出发了。哇，这个小坡给我爬的，到了前方那个就是前方冒热气的那个地方就是温泉，旁边的话是一个餐厅，现在应该是关门了。那边还有一个小房子，我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人。我觉得如果要在这边扎帐篷的话，应该是跟人家说一声。感受一下这个水温啊，看有多热。哎，是温的，不是很烫。下
像这个房间的供暖系统，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最大的供暖站。在这走上一走，这边就可以看到泉眼了。但是它下面呢都是泥，火山泥，这个对做面膜皮肤还是比较好的。咕噜咕噜的冒热气了，这水就烫了。想感受一下水温，感受一下这个温度啊！哇，好烫啊！哇，太烫了，这70、80度应该是有了。你看这温泉附近都长满了绿植，我都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了啊！100度，100度，哇，全是火山泥。它要是火山，它要是爆发的大的情况下，在这边可能一不小心就刺到身上、刺到脸上，就会烫伤了。这咕噜咕噜冒泡呢，这边全是升仙了，腾云驾雾，哇！这边的温度一下就高上来了。全是蒸汽，看不到。哇，呼！这样给它吹开，这边就不让走了，因为下面的这个温泉的水量、热量比较大。这也是算是冰岛的一大特色，温泉。回头咱们再往前走啊。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游泳的地方啊，天然的温泉啊。这块的水温太高，100度，没法洗，好像是一个给来往的游客参观的地方，也不允许过去泡。它这里面是锁住的，是没有人的。这个餐厅的话，应该只是季节性开放，像冬天的话，估计是不开了。或者是过了点了，关门了，这个也看不到任何信息。我就在附近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地方。今天晚上我计划在这里睡觉。这边里面是厕所，看一下厕所开不开吧。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厕所应该是开的。啊，哇，这个厕所里面太暖和了。哇，整个厕所里面的温度。完全就是另一个地方，太暖和了，超级暖和。我想着去前面那个房子看一看能不能进去，如果房子里面能进去的话，在里面睡觉会稍微暖和一些。这一看就是被车压过的痕迹，顺着这个印子走应该错不了，我怕掉到这个坑里面去。在雪盖上，哎呦，这怎么有点软了？哎呦！还行，但是我估计自行车推不过来，就先过去看看吧。哇，这跟雪深了，我感觉应该是一个牛棚啊，还是羊棚啊？窗户都已经打破了。是的。Hello， 妹妹。啊，这还真是，应该是马匹啊，饲料盆。这冬天应该是没有，我就怕他们回来了。地面算平，有点粪便都冻住了，也算干净。躲风躲雨躲雪，但是吧，我们看不到主人家，我怕他们报警，警察又来了，所以我才在那个门口坐一会儿，等上1个小时、2个小时、3个小时，天快黑，实在没人的呢。我不行，就在那个主房子附近呢，给他搭一个，但凡看到人了，我跟他说一声。晚上那边有灯，离厕所也近。这块吧，自行车呢都是雪地，推呢根本就推不过来。要大晚上的，如果像在里面，你再开个灯吧，感觉像做贼一样。顺着这个脚印再走回去啊，其他地方就不要走了，不一定哪边有个深坑、暗坑，掉进去就不好啦。那边还有个玻璃房，我这好奇心得过去看一眼。哇！这里面是有床，有厕所，能洗澡，
还有桌子，还有一个厨房。门口上我看是有二维码的，应该是可以扫码进入。哼，有点意思啊。它这里有摄像头，可以看到我。Hello。等了几个小时，发现除了游客过来参观喷泉，其他的也没有啥人来。但是这房子的灯呢是亮着的，我就不等了，准备先把帐篷扎起来。